他只是在高檔餐廳門口抽了一根廉價香烟，卻沒想到會因此葬送了自己的性命。餐廳裡的妻子還在等待丈夫回來點餐，卻突然聽到外面傳來了槍聲。女人急忙奔向中槍的丈夫，她不明白，明明夫妻倆只是來紐約旅遊散心，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？隨後警方封鎖了現場，被害者當場死亡，錢和信用卡都被搶走了。而這家高檔餐廳又是開在貧民區，這裡的人對槍聲早已見怪不怪，所以想找到目擊者更是難上加難。好在被害者妻子自稱看到了兇手的長相，是一個身穿連帽運動衫的黑人。隨後警方將嫌犯的畫像發布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，很快就有一名便利店老板提供了信息。他說嫌犯是一名出租車司机，他有個習慣，就是喜歡在晚上一个人跑步。要知道一个黑人大半夜出现在街道，那可是隨時有生命危險的呀。但老板卻十分肯定地說他是個好人。按照老板提供的住址，雷哥和搭檔找上了門，開門的是他妻子。可男人一聽是警察，撒腿就跑，這樣看來多半男人就是兇手了呀。雷哥追了他好幾條街，最後總算在搭檔的包抄之下才追上了嫌犯。就這男人還說自己是被冤枉的呢，你小子冤枉嗎？沒幹壞事的話你跑什麼呀？雖然人抓回來了，但雷哥剛把車停到警局門口，立刻就被一群愛管閒事的吸血鬼給包圍了。這下好了，只要媒體一帶節奏，不管男人是不是真兇，在外界的眼中他都已經是了。審訊時雷哥問他為什麼要跑，可你猜他咋回答的？ In my country they do. Is that because you were a dirty cop, so they ran from you? 而且男人居然還進過警隊，據他所說是遭人栽贓盜竊，然後被警隊除名了。就算你說的是真的，那昨晚出現在案發現場又是怎麼回事呢？男人解釋稱只是跑步路過，但他也看到了兇手的長相，是一個上身穿着廉價連帽運動衫，下身穿着高檔褲子和锃亮皮鞋的白人。雷哥突然有些懵了，被害者的妻子說兇手是黑人，這名嫌犯又說真兇是白人，那麼到底是誰在撒謊呢？既然這樣，那讓女人出面指認不就行了嗎？可女人連想都沒想，一眼就選中了男人，還說就算化成灰都能將他認出來。但雷哥卻越想越不對勁，女人會不會是已經在電視上看過嫌犯的長相了呀？畢竟媒體先前報道了這件事情，雷哥總是覺得哪裡出了問題，於是又深挖了一下死者的社會背景，果然發現了其中的貓膩。原來女人的丈夫在紐約有一個生意夥伴叫卡爾，雷哥查過了半年之內卡爾打到被害者家裡的電話記錄，其中有很多通電話都是她丈夫不在家的時候接通的，而且女人的信用卡上有3次酒店開房的記錄，酒店監控能證明女人是和卡爾一起去的。女人聽後稍微沉默了一下，接着很大方地承認是卡爾主動追求的自己，再加上丈夫長期撲在工作上，所以一來二去就發生了關係。可雷哥覺得事情絕沒有這麼簡單。審訊時雷哥故意將兩人分開問話，接着用假設句說卡爾為了得到兄弟老婆蓄謀行兇，這小子聽後當場就要暴走。雷哥一看魚兒上鈎了，接着為了證實自己的猜測，故意說是這對狗男女合夥密謀行兇，然後順勢吞沒財產，還說女人那邊已經招供了，但是全將罪責推給了他。卡爾此刻內心猶如熱鍋上的螞蟻，他似乎還對女人抱有幻想，覺得他不可能出賣自己。於是雷哥又添油加醋，反正你要不推翻女人的證詞，那結果就是你自己背鍋坐牢25年起步，而你心愛的女人就會拿着錢去找別人了。毫無疑問，卡爾上當了。雷哥拿着卡爾提供的證據再次找上了女人。剛開始他聽說是卡爾殺了自己的丈夫，那表情委屈的都快把人看哭了。你快別裝了行嗎？我都要吐了呀！快來聽聽你和卡爾的聊天錄音吧。 It's done, babe. You'll find my sister here. Everyone will feel so sorry for me, and then we'll be home free. 女人怎麼也沒有想到，卡爾居然留了一手，偷偷將他們的對話錄了音。這下總算真相大白了，還真是為了錢什麼事情都能幹得出來啊！你下半輩子就在監獄裡遠走高飛吧。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